有请主持人赵钻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莎娜老师，欢迎；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，欢迎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炳宏老师，欢迎；胡磊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当然就是分享4位老师生活智慧的时间，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。他在追我的时候就跟好多女生都有暧昧的关系，恋爱之后还是有一些事情隐瞒着我。虽然他也承认了错误吧，但是异性的问题一直都是我心里过不去的坎。相处中我还发现他爱喝酒爱玩，总是忽略我的感受。我不知道这样的爱情还有什么意义。他怎么就不多想想我对他的好啊？我努力赚钱不都是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吗？我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趁着大好时光偶尔玩玩乐乐不也正常吗？今天来到这里，我就是想知道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一切是我太过较真了，还是他真的不值得托付。我是想好好的走下去，但他为什么不能多理解理解我？为什么总是揪着我不好的地方不放啊？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石，26岁，来自吉林，摄影师；女嘉宾小孙，24岁，来自吉林，婚礼策划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谈恋爱谈了多久啊？谈了1年多了。一个说不值得托付，一个觉得有点小题大做，是吧？啊，说说吧。就是我们2个人吧，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个单位，但是异地，相距能有100多公里的距离吧。然后他大概追了我半年左右，当时觉得这个男孩子他对我挺好的，因为他隔2天左右吧就会来找我一次，来看我。然后不让他来，他有的时候也会偷偷来给我个惊喜。决定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玩，他开车，我坐副驾驶，我就拿着他的手机放音乐。这个时候吧，他手机就进来一个微信，然后一个女生存的昵称也很暧昧，存的是那个宝贝儿，问他在干嘛。然后当时我也把信息给他看了，然后他看完之后说不用回，因为当时我们2个人还没有就是确立恋爱关系，我觉得管这么多也不太好。然后当时我就没有吱声，继续就是我们2个听音乐嘛。不大一会儿电话就进来了，存的昵称还是跟微信一样的名字，心里面当时就觉得就挺不舒服的。然后他接完电话，语气就可不耐烦了，跟那女生说：“我开车呢，你有没有啥事儿？没有事儿，我挂了。”然后还当做啥事儿都没发生一样，就把电话还给我了。然后我就继续就听歌呗，我也没继续问。这个时候微信又进来了，这女生就问他说：“你跟谁在一起呢？这人这么重要吗？你以前从来都没这么跟我说过话。”当时我就心里非常不舒服，因为决定已经要跟他在一起了。但是还没跨出那一步，你这给我整一下这事儿，我就感觉这心里很不得劲儿。就是在你们没有明确关系之前，你觉得他跟另外一个叫宝贝儿的女生关系有点说不清楚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我觉得他就是在追我的时候，同时还能跟别的异性保持这样的关系，就挺花心的感觉。之前就是我们玩的比较好，我们在一起圈子虽然说就是男男女女吧，也没有在乎那么太多，反正都是单身嘛。然后就是互相在一起闹，有可能是闹得有点过分了，但是互相之间都没当回事儿。那假如我要是跟一个男生闹呢，中间也存的宝贝儿，你这心里啥想法？你认为会是正常的关系吗？关系吧倒是比较正常，没有说乱七八糟的关系啊。就是有可能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吧，我觉得这个纠结没有意思了嘛。既然你已经对这个男生做了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判断了，就是你比较花心嘛，那你为什么还跟他交往呢？因为就是当时他也跟我保证过，说这件事儿以后就不会再发生了。就像你说的，那不都之前的事儿了吗？觉得在一起之后他会有好转，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儿了，因为他也保证过了。然后这中间也把这关系都捋明白了。但是恋爱之后发现，就这样的问题吧，也还是存在。有一次他出去谈工作，我们2个异地嘛，然后他跟一帮人在一起吃饭，大概下午3、4点钟就开始吃。平时我俩不在一起的时候吧，就聊天微信比较勤，但是那天就没咋说话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说问你干啥呢？然后他说跟朋友吃饭谈工作呢，我也就没打扰他。后来到晚上8、9点钟的时候了，他还是没有信儿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干啥呢？然后他说跟2个人在奶茶店继续谈的工作，我也没多问，我问是都有谁呀？他说2个男生1个女生。后来我说那你给我发个小视频吧。
他给我发的小视频里边吧，在一个特别昏暗的包间里边，然后强调啊，特别昏暗啊。然后对面是一个女生坐着，桌子上面放了个小石拼盘，拼盘上面就2个叉子。那如果要是3个人的情况下，服务员不可能给你就上2个叉子呀，对不对？确实那次是真的是因为工作原因，但是确实我做的不对，是想隐瞒的，本身没什么事情，结果还被他只查出来了。就是说，确实是跟一个女性客户在聊，是吧？或者叫生意伙伴，或者叫什么？我们假设叫工作关系，并不是你说的4个人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撒谎了。后来第2天我这不感觉不对劲儿吗？然后我就到他的城市去了，因为我那时候还感冒呢，身体特别不舒服。然后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我要去找他，他就跟那个女生说了，然后他俩不知道是怎么合计的，然后就非要请我吃饭。因为吧，第2天知道他肯定是发现了些什么嘛，然后我就干了什么，那就发现了，就是我们2人在一起就骗他了嘛。啊，那女生也知道我有对象，就是想在一起见个面，证明一下我们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。之后吧，他又返回那个奶茶店去调查。我感觉有点过分了，因为就是我当时感觉不对劲儿了呀，我就感觉他骗我了。但是我要直接问他的情况下，他一定不会说实话，所以我第2天我不就去了嘛。然后中午非要在一起吃饭，那就在一起又吃了个饭。那个女生还就送了我个见面礼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吃完饭往出走了嘛，然后我们2个人要送那个女生去回单位。这个时候，女生坐的是副驾驶，我坐的是后边。谁坐前面坐后边的事儿，然后我也当时也没在意，那坐哪儿。就送他回家而已，而且大家在一起中午一起吃的饭，都在一起去见面了，我就感觉这也就无所谓的事情了。然后他就有些时候就咬着这个，就副驾驶这事儿，就有的时候就不放在这儿。我还想听听调查的事儿，没说调查。因为我知道昨天晚上他们是2个人来的嘛，大概的时间我也知道。然后我就进去跟那个奶茶店老板说，我说老板，昨天我走得晚，然后喝多了，钱包落您这儿了，我回来找一下。然后老板说，那我没见过你啊，昨天人很少啊。我说不对呀，我跟一个戴眼镜的男生，还有一个小姑娘胖胖的，我们一起来的。他说那我不记得了。我说没事，我自己找一圈。然后我就看对照视频嘛，就找到那个房间了。老板就在后面跟着我嘛，他说昨天不是你来的呀，你再好好想想，是不是别人家呀？我说是我钱包落这了，我再找找，我昨天喝多了。然后老板就说了，老板说那昨天是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和那胖子小姑娘，他俩来的呀，我记得他俩，我不认识你啊。我说那我既然已经知道我想要的答案了嘛，我就说那我可能走错屋了，我再去别人家找找。你想要一个什么答案，姑娘？我就是想确定一下，昨天晚上是不是真的是我多疑了，还是他还是在骗我？其实他出去谈工作跟我说，我完全可以理解，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必要骗我。这不是怕你不高兴吗？而且很晚了，确实喝了点酒了，真的是正常工作原因，然后就过去了。第2天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正常就过去了吧？没有想到他会福尔摩斯一样去查没查出什么是吧？本身也什么事情都没有没什么啊。对，这个平常的对你好吗？就是他会经常来看我嘛。他就是在除了异性啊，还有平常喝完酒之后啊，我们2个人的正常模式关系啥的处的还挺好的。喝酒怎么了？哎，说到这事我更来气。喝酒吧，我们2个人还是没有交往，但是决定要交往的时候吧，因为我是觉得先把他带回家，让我爸爸妈妈看看。有一天晚上吧，我就叫我们单位的同事回到我家里去吃饭，然后我同事啊就劝他酒。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就在酒桌上说什么了，2个人就是闹得也挺不愉快的。吃完饭了嘛，大家就帮我妈捡桌子啊、擦擦地啊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就大家都在帮忙干活，然后他就在那块逗狗。当时觉得心里面也是挺不舒服的。这些事如果要是他没喝酒的情况下，我相信他平时挺勤快的孩子，但是就喝完酒之后就感觉完全换了个人的状态。就是那次吧，你确实肯定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但是具体是什么话有点记不太清了。然后他说接下来那个什么捡桌子逗狗的事情，说实话到现在我不是那么记得，都忘了是吧？都忘了，这对你来说并不是重点。对啊，我好奇问一句，就是你母亲当时对他印象好吗？因为我妈是比较尊重我的，然后当时就是我妈也是在厨房里边忙活，也没有看到她在干什么。这件事我也没跟我妈说过，就因为怕影响家里对她的印象。所以你看，在交往之前，实际好像你对这个男生就并不是那么笃定啊。对。那干嘛还交往呢？就因为我就脾气也不太好啊，他脾气是挺好的一个人。你们现在这个结束这个叫异地恋有多久了？半年了吧。这半年怎么样？哎呀，
就是也在聊天记录上面发现过一次他跟其他的女生，但是也是懒得追究这件事儿了都。本身也没什么事情，有可能就是他太敏感了。你看他一周喝那么多天酒，跟他朋友在一起。下班就那么点时间，你说你陪我看个电影啊，吃个饭啥的，咱俩过过情侣之间的生活，就是因为他经常喝酒，就陪我的时间就很少。我现在就是我只身来到他的城市，我就感觉心里面会有一种落差感。本来我就挺陌生的，然后他还经常陪他的朋友，不陪我，我心里会不舒服。所以在你心里，你是为了他去的他的城市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啊，我知道他是因为我来到我这城市的，但是就是和朋友之间每一次吧。我都尽量把我身边的朋友，把我朋友的朋友，只要能在一起的都介绍给他。希望就是假使说我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嘛，有的时候去外地啊，或者是有的时候忙起来的时候特别忙，然后希望说他有朋友在一起能够陪伴他呗。所以女生当时去的时候是为什么而去呢？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他，然后我们两个可以算是同行，在一起吧，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己创业啥的也挺好的，而且就是两个人异地嘛，因为本身就对他没有安全感，然后觉得在一起之后可能安全感和这方面可能会上升一点，就不会觉得那样了。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分手的话，你还会介意说我半年前因为这段情感，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吗？那倒不会，因为当时也是自己选择的。你们是准备结婚吗？对。但是如果要这种状态下去，觉得就没办法结婚。对你来说，可能结婚已经水到渠成了，是吧？对呀。今天看来没有一个人来说是要分手，是吧？如果他要这种状态，就是喝酒，然后还打牌，然后就这样的情况下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走下去了。我们听听老师的建议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先来说说小石啊，你一开始那个短片里面就说了一句话。20多岁玩玩闹闹很正常，他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，不能迁就我呢？的确，20多岁的这个年纪，大家是刚刚步入社会，玩的心态都有，大家都很正常。但是前提是，你玩闹可以，那你别进入一段稳定的感情。你进入一段稳定的感情，就势必要付出一些你的时间和精力，否则的话伤人伤己。然后其次，我觉得女朋友对你来说是一摆设。您大部分的时间呢，忙于应酬，忙于玩玩闹闹。年轻是资本，但是当资本消耗完了，你会觉得，翻回头来看我20多岁的时候在干嘛？那么大好的青春，我应该怎么样？很多人在30多岁的时候都会后悔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到那个时候翻回头来后悔你浪费这些资本，好吗？然后来说，女生千万不要想着通过一段婚姻。或者通过你对他的包容和理解去感化他，去改变他，改变不了的。唯有做的就是你把你自己看得更重要，晾着他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对于结婚的事情再考虑一些。好，就说这么多，谢谢。谢谢山大老师。来，曲总。男孩一直觉得女孩太较真儿了，其实我反倒我觉得女孩较真儿较得有点晚了。就他当时有几个选择，那个叫宝贝儿的女孩可能是其中一个。如果那个女孩也能像你一样去进一步的接近他，或者说对他有意思的话，可能跟他在一起的就不是你。他能够每周5天在外头，觉得那么有意思，其实你们之间沟通是很少的。白天可能更多是在一起是工作，真正谈恋爱能有多少？工作当中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你情我愿，但是就是在工作结束之后，居然这个谈情说爱的时间让给了别人，客户也罢，朋友也罢，但是不是你，这个很危险。所以说，你真正的掌握这个男人了吗？真正的走到他内心了吗？这个真儿我们一定要较，关键是说你要把你的原则树立好了，给他一定的时间的改变。女孩的较真儿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，帮助你认清怎么去生活。现在像你这样的生活，其实对你来说是很颓废的，每天都在喝酒，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谈了多少？所以说，如果你真正爱这个女孩，你就要认可她的较真儿，因为她较真儿是对的。如果你不珍惜这份感情的话，你把她还当成以前那种样子的话，那是不可以的。她就是你的唯一，她在你心目中应该是最强的那个位置。你应该把很多的话去跟她说。如果你能认可女方的较真儿，就可以继续下去；如果不能，你们俩的恋情会出现危机了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袁老师。当我们进入一段恋爱的最初，其实有时候可能会发现，哎呀，
原来我没跟他好之前，他和很多异性是有来往，可能我们在恋爱之初有人会有这样的感觉，但是他不一样，他在恋爱之初，他有很多不同的异性在交往，但是尺度是越界的。如果我们管一个女孩已经叫宝贝儿，这是普通的暧昧吗？这叫轻浮。无论我们是在恋爱期间，还是说有意愿想和谁更深入的交往，都有一个界限。突破这个界限，我们就是谈恋爱了。如果只是说想试着聊一聊，看看适不适合，那是一定要有个界限。所以，当你发现他管另外一个女孩叫宝贝儿，却又和你坐在一起想要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这个男孩子的心他没有定下来，而且这个男孩子的性格他就不是那么像你一样认真、仔细、严谨。宝贝儿可不是轻易能叫出来的，即便是单身也不能管异性叫宝贝儿啊。也许说可能那个时候年轻，我们愿意玩玩闹闹，那我恋爱以后收收心，我认真执着地去面对一份爱情，也算是进步。但实际上我也没有看到男生的变化。之所以你们确定了一个稳定的恋爱关系，因为他知道在这些女孩当中只有你是认真的，所以他也愿意给一个稳定的关系与你维持一段感情，但不代表这个男生就此对待感情是认真的态度了。所以我觉得也不是说男生有多么大的问题，在你整个人生的长河当中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，但至少在这个时间段，他并不是认真的。那你要面对这样一个心态、这样一个状态的男生、女生，你就要权衡了。如果觉得不能承受，我需要找一个和我一样面对感情的，绝对不会叫任何人宝贝儿，不管是不是什么扣上一个暧昧或者我单身的这样一个旗帜。我相信你在单身时候，有男生追你的时候，你也不会管别人叫宝贝儿，也没人敢叫你宝贝儿吧？只有他跟你在一起了，只有男朋友才能这样称呼。所以在这层关系上，你们不对的。而姑娘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即便他不去喝酒了，我相信他即便回家，他也是打游戏、看电视、跟别人微信聊天，或者是玩手机。他也不会像你想象那样坐下来跟你聊天，你侬我侬的在一起。你觉得他会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但很有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所以其实在你心中已经对他非常的不满意了。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刺激到他，让他改变。我认为改变的可能性不大，所以究竟要不要等他的变化，那你自己心里要有数。但我并不是很看好，在这个时机你们的相恋相处不对的，自己考虑吧。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涂老师，刚才曲伟说你较真叫的有点太晚了。当你在车上接了个电话，上面有女生称她为宝贝儿的时候，她很不耐烦的让你把那个电话挂掉的时候，你就应该下车。当你不下车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开始妥协了。谈恋爱谈到最后要结婚，这谈的过程当中谈的是什么？除了谈情来表达我对你的爱和真诚之外，还有一部分就是谈原则，就是哪几点我是接受不了的，哪几点是你接受不了的。谈恋爱不就是一个沟通感情的过程吗？到了最后，大家都认可你的底线是什么，你的要求是什么，你也认可我的，并且我们彼此之间都验证了我们的感情是真挚的，我们才会结婚嘛。你这个没有谈好啊。事实上，从最开始他就让你开始妥协了呀。你接到那个电话，你依然坐在车上，你碰到那个女生，你还互相谦让了一下，后来你还去了她的城市，你已经用你的实际行动来告诉对方，是你的条件我都接受。虽然我知道理性和感性并重很难，就像你所说的，我很喜欢她，但我也希望她改。但是我认为，真正聪明有自尊的女生，应该在亮明底线和原则之后，只给她1、2次机会。如果不行，我就不谈，因为你不真诚。那只有像你这样的人，一边举着我的底线，一边把我的底线一个一个打倒，那到了最后，你期望他结了婚之后改成像你那样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哭有什么意义？如果你的底线在那儿亮着，对方不尊崇，我即便是忍痛，我也要割爱。否则到了最后，
你只能慢慢的滑向更加痛苦的深渊。你明白？其实有些事情，当你已经提出了，他如果在乎，他觉得这是个事儿，他自然而然会改。问题就是他没有把这些事儿当事儿，明白吗？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关于“宝贝”这个词，老师们在这个问题在界定上面都是在逐渐升级的。同样的问题，你心中的宝贝和他心中的宝贝这个词分量不一样。就有些人可能认为“宝贝”这个词我出口我很轻的，但是有些人认为这个词儿是一个特别特别重的词儿。这个词儿出来，它就界定了一种关系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价值观。他有他的一套认知体系，你有你的一套认知体系。我觉得相处之道其实最简单，一个人不可能隐藏得太深。恋爱当中的人相处一段时间就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了，是不是自己要的人了。如果不是，又何必勉强呢？其实很多大道理吧，我也懂，但是就是就问你应该怎么办吧。就像老师说的，就给一定的时间内再一次机会。如果要是我能接受的话就接受，接受不了的话也不勉强。你要给他一个什么机会？我觉得他现在也应该想清楚再说，不用回答我。我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，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些想法。我在想，可能他心里还很委屈呢。我身边的好多哥们儿不都这样吗？为什么我找这个女朋友，她要求就这么苛刻呢？其实你恰恰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，你哥们儿跟你说的那些，你看的那些是不是真的？他们的女朋友真的就不较真儿吗？我相信不会，因为面对情感问题，1000条道理，人都是自私的。好好检讨一下，反省一下。我也一直都在改，我最近什么样什么态度你也自己清楚。我究竟是，我知道距离你心里那个标准还差一些，但是我会努力的去做，在最快的时间达到你心里那种状态。而且最近我的一些生活状态，包括一些行为方式，我知道你心里是最清楚的，是不是真正的开心，你自己心里也是最清楚的。你一次又一次的说改，然后我也都给你机会了。虽然说你最近确实是有变化，但是真的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太不能让我接受了。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么大了，也应该好好的反省反省自己，究竟以后到底想走什么样的路，然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无论你是跟我在一起还是跟别人在一起，我都希望你能对未来有一个清晰的规划，对你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清晰的规划。哎，挺亮灯。女生放的是什么呀？我放的是一封信。哦，这封信吧，是我们2个人还没有恋爱，但是我决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给他写的一封岁数笔记。但是后来就发现他跟那么多女生那啥，然后我就没有给他，但是我一直都留着。你是放的什么呀，小伙子？我放的是一根头发，是有一次我们俩在一起，我是看电脑的时候，然后他在我手上鼓球嘛，然后我回头一看是一根头发，问他是什么原因，他说希望我们2个能够就是白头到老呗。这个头发我一直都在留着，我感觉这对我意义很大。送给他是啥意思啊？我希望就是他能想到我们以前快乐的时候，然后我的那些毛病也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是那么粗心大意，有的时候我也会为咱俩的未来去考虑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快乐涌上来，关键字是爱。刚才你说不管是跟你还是跟别的女生都应该改的时候，我还真以为你不出来了。
听老师的话，就是哪老师让你出来的？你给我指出来。我们哪老师说，姑娘你出来啊？就是觉得其实。给我一段时间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？看着我的整整天使，为我能独家。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。来，请亮灯吧，加油吧！谢谢两位，请回。绝望的人，生命只有黑夜。生活还得摔打，每个人都需要学习。生活会给你时间成长，加油吧！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。我和他相处了快2年半了，时间久了，发现很多地方都不合适。我是个感性又文艺的姑娘，但是他却截然相反，不浪漫，也没有属于年轻人谈恋爱的活力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非常幼稚啊，做事也没有规划，而且他的经济观念让我非常的受不了。在一起这么久，我觉得我对他很好，凡事都替他着想，但是他还是各种不满意。也许我身上确实有些问题，但他身上的问题也不少。他脾气好差，动不动就冲我发火，经常无理取闹。今天我来到这个节目呢，希望他可以意识到我们感情上的问题。如果他还继续这样的话，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走下去。我也希望他可以通过这个节目有所改变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周22岁，来自江西学生；女嘉宾小钟23岁，来自江西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！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，好像你们两个人今天来这儿都是为了改变的，是吧？是吧？大学同学？高中同学，但是大学在同一座城市那样的。哦，高中同学。对。大学不同学，但是大学变成了恋人了啊。对，但是时间一久的话，发现各种不合适，三观呀，还有自己的一些生活方面、习惯方面都不合适。行吧，说说吧。他是一个不浪漫，然后也没有情调的一个男孩子。我是一个追求的就是希望有文艺一点，然后浪漫一点，有情调一点。很严重的一次是我们处了2年了，第2年七夕的时候，他第1年没过，第2年七夕的时候，提前1周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，前提是要有心思。他信誓旦旦的说跟我讲说 OK 没问题。七夕一大早我就很期待，我问他你有没有给我准备好，他说在准备好了，怎么样，就各种哄我。等到中午的时候我又开始问他，然后他说哎呀别着急嘛，怎么样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这像索要礼品？没有啊，因为女孩子很期待这个礼物嘛，也毕竟是第2次嘛，然后自己还明里暗里这样说了嘛。说啥呀？那不都是分手节吗？啊，1年才相见1回，牛郎织女多惨！你们过这什么节啊？这后来呢？后来的话，他就给我2张明信片，而且2张明信片一共就4句话，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余生都是我。但是你知道吧，就是我那么期待，结果就4句话，肯定是会有失落的。我就问他，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准备？然后他说，走，我带你去逛街。在车上，我看到旁边一个小哥哥拿着鲜花跟人家女孩子表白什么的，我就当时泪崩了。我就说，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准备？他说准备了，这不带你买衣服吗？我当时只是跟你讲，我要的是有一个心思的礼物，不是说非得要什么昂贵的东西的。你那明信片上的话想了多久？告诉我，兄弟。想了有一段时间了。你看，挺用心的啊，我觉得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呢？对吧？你写一首诗写给他，可能水平不高，但是你想了半年，每天都在想，不挺用心思的吗？是吧？你那2句话也想了半年吧？有一段时间，你看有一段时间，哎，挺有心思，你不理解，你知道吧？2句话，你们觉得可能他想了一阵子怎么样？但是他自己又是自己在那想，又不去学习，我觉得他的态度就不行，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。行，这还不算什么，就平时生活上也是这样。有一次我们去散步，然后呢，我看到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场景，就是一个现场嘛，有气球啊，还有鲜花呀。
就气球、鲜花。对啊，开业仪式都这样浪漫吗？开业仪式关键你知道吧？气球、鲜花吗？这是别祝严老师人的。公司什么什么什么，祝曲总的公司什么什么什么，气球一放啊！我一小姑娘，我会觉得啊，这挺好看的，知道吧？行，然后呢？对吧？然后我就跟他，我就跟他说多么好看啊，然后他就跟我来一句，就几个破气球，好看什么呀？你怎么像我这个岁数一样的呢？我就觉得真的没什么吸引眼球的。你觉得没什么，你就连骗都不骗一下，你就这样直接跟我讲了，我觉得很过分，好吗？可能我性格是比较直吧，不可能违背自己的心里话吧？那你不违背自己的心里话，那你违背我是吧？行，咱说事儿啊，还有什么？就是我把事情都安排，就是我把事情都安排的明明白白，他才按照一步一步走。但是我要不去做的话，他一点都不知道，就是做事情没有规划啊。有一次我半夜兼职回来，我提前跟他讲，我说你准备好，就是我们晚上就没地方住，你就是安排好了没有？他说信誓旦旦跟我讲说 OK 可以没问题，去我朋友家的住。结果我到了人家朋友家，敲了2、3下，朋友可能睡了吧，太晚了当时。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点生气了，因为我觉得你要是没有安排好，你最起码要准备2个方案啊，为什么就是你就那么相信你的朋友呢？因为我玩的特别好，然后就没想那么多，就直接去了，然后也没想到就是他不开门或者不在的。然后呢，这还不是重点，我在旁边找酒店，他一直在吵我，我当时已经很累了，他还叨叨我。然后我确实跟他冲他发了两句牢骚，他就直接冲我吼了。一个男孩子向一个女孩子吼，算什么？对不对？我觉得特别不礼貌，而且你的态度就一点都不行，知道自己错了还这样对我吼，大街上的大晚上的，最后还是我找着酒店的。我一开始是先哄他，然后越哄他就越来气，然后可能我就着急了。我只是说话声音大了一点，他根本不考虑我是个女孩子。对，这事儿我觉得他确实做得不好。就是大晚上的，你至少要安排好，对吧？你怎么能让一个女生跟你去流浪呢，对吧？这事儿确实他做的不好，我们批评他。他不仅这样，他平时还特别妇女，就是我跟他的生活。同志，咱们注意用词啊，就是你可以说他不是特别的阳刚啊，你不能说人特别妇女，好词儿啊，对吧？生活上面叫特别妇女比如说大早上就他早上怎么了？他可能就是过上那种中年生活了。我俩你说中年生活也不带说的啊。行吧，说吧。平时他就是出去买个菜的什么，就是他买菜啊？对，他早上啊？对，大早上8点钟起来去菜市场买菜，你知道吧？我是一个喜欢就是晚睡，然后也起得比较晚。他是一个喜欢早睡早起的人，然后他的世界只有我和他家人。好啊，我现在还年轻，我谈恋爱我不希望的就是他这个样子，就是我希望他能够有现在年轻人的朝气，青春一点。我希望是这样的恋爱。那买菜也不代表不青春呢。他就是买菜的时候，他会说这个菜新不新鲜，然后这个菜对什么有营养。你会这个？我觉得特别棒哎。真的特别棒，我也。你到菜场去买菜，你分得清楚那些菜的品种。你跟我说句实话。我分得出，我自己也会做饭，其实我自己都会的这些。哦。就是他会。那你们俩都不错，挺登对的啊。现在好多年轻人连菜都不认识，天天就要浪漫啊，然后别人生活就说，行，您说。我希望就是他偶尔去可以，但是不要天天这样。就有一次我出去。大早上8点钟就拉我起来，我那天身体也不舒服，我也没吃早餐。他在大街上，他就问我，你吃早餐吗？你吃这个吗？你吃那个？我不想回答他，我也不想理他，他就可能惹急了吧，然后直接冲我吼了。大街上经常这样冲我吼。不是，你为啥不理他呢？我说了，我说不想吃，你就不要让我吃了。而且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我不想要的东西，我不想做的东西，你不要逼我去做嘛。就是这样，但是他就冲我吼，那个态度就一点都不行。然后我们走到一个水果摊的时候，他在挑水果，一串葡萄，他还给我，他说你把这个拿着，我去那旁边那个看一下。他扎在里边，真的就他一个年轻，我当时崩溃了。我说你怎么会这个样子？而且大街上就我2个人比较年轻了。不是你生活的是哪个城市？满大街就你们俩年轻？就是菜市场嘛。那不也挺好的吗？大街上就2个年轻人，你不觉得根本不像是一种现在这个年纪该做的事情吗？那应该是什么样呢？起码就是去玩呀，去逛街什么的，就是这样，就不要整天围绕着那个柴米油盐什么的。对你怎么回事啊你？我可能就是喜欢早睡早起，然后也想给他灌输这种思想，因为他经常就是晚睡啊晚起的，就是
想以身作则吧。哦，以身作则。他经常也不吃早餐，我当时有点着急，可能我说他的话他就生气了吧。我挑水果和挑新鲜蔬菜，我是觉得挺好的，为了咱自己的健康着想，是吧？就算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着想，但是你也不用那么大早，而且每天都这样吧。你就想我们去超市随便一个点去买那个水果，有什么新不新鲜，能够新鲜到哪里去吗？对吧？确实超市比早市贵。然后，你知道他平时给我发什么东西吗？就是发那种养生的，什么枸杞啊、红枣啊，该怎么吃啊？我觉得特别无语，那些东西我从来不看的，所以以后不要再给我发这些东西了。还有别的男朋友给他女朋友寄什么零食，他给我寄什么红枣枸杞，不挺好吗？但他就觉得，哎呀，吃一下那些挺健康的，你自己怎么样，就是总会给我买什么冰糖啊，我就特别受不了。是，你咋想的？我就觉得他可能身体不是特别好吧，想给他买点健康的食物给他吃，然后他经常吃一些这种垃圾食品，我就不喜欢给他买这种东西啊。那我也没吃多少次垃圾食品啊，那是垃圾食品吗？吃个巧克力？不，这个关于垃圾食品的问题我们就不说了啊，就过吧，反正就是你愿吃的和他给你吃的不是一回事儿，对吧？你想要的他给不了你，是这意思吧？然后平时他老喜欢冲我吼。有一次我们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坐火车大晚上的挺晚的了，然后我们去找酒店，那个酒店比较偏，在一个立交桥的附近嘛。本来立交桥就是比较绕的，两个人提着行李箱，他也不找那个酒店在哪儿，我就找不着，有点着急了，他就问我找着没有啊，怎么样，然后开始叨叨，又开始叨叨我了。我当时已经很烦了，你还叨叨我，我就确实冲他吼了两句啊，我说你别烦我了。结果他倒好，吼得比我还大声，就一点都不懂得谦让女孩子。我一开始也是在哄他嘛，不管用，然后就可能我有点生气了吧。而且我让你去问那个路，你说你不去，凭什么我去？你觉得你这样是对的吗？问你呢？不对。你都知道不对，这还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有一次在银行的时候，我去办业务，我说去帮我问一下，因为我在排队嘛，排得挺久的。他说为什么我去，你自己不会去啊？我当时听了多尴尬呀，这么多人在那儿。你作为一个男孩子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够自己去独立一点？他平时确实是一个比较就是害羞的，不怎么去擅长交际的什么的。我让他去做这个事情，我是希望他能够学会这些嘛。听懂了啊！恨铁不成钢，错没错？错。姑娘，我问问啊，你别光诉苦了。其实你说那些苦我能理解，就是我想要的，我期许的，你永远给不到我。你认为好的东西，老想强加给我。可能我并不认为那个好，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。你们两家是不是经济条件不太一样啊？比较好，我的是比较那个一点。他们家条件好。对，但是我也没有就是经常去要求他怎么样啊。不，我都是我问这个事儿，我就想问问啊。但是看起来好像你家经济条件更好一些。可能我个人素养比较高一点吧。那我可没觉得。男生你也是希望女生改变，对吧？你希望她改什么呢？我们刚才听了好多女生在诉苦啊。男生，你希望他改什么？希望他就改自己的脾气吧，然后就是我对他好，可能他要在乎一点，就是不要觉得是理所当然。男生还委屈呢，说我对你那么好，你都不理解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但是我就觉得你对我太好了，是一种很大的一个压力啊。你都觉得有压力了？对啊，他对我是很好的那种，但是我就是觉得这种好就是会形成一种压力的。你指的他对你好形成压力是指什么呀？就是我对他其实有的时候确实不太好，他自己喜欢我，比我喜欢他多的太多了。我天哪，你是这么谈恋爱的，这么理性啊？但是我是希望他不要总是臭脾气啊，怎么样？我愚钝，你是说事儿好吧？有一次啊，回家哈，我跟他提了很久，我说我要回家，他就说假期不够，一直拖到快结束了，学期结束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真的想回家。就是那天晚上，他就跟我叨叨半天，我就听明白了，他就是，怕他爸妈担心什么的。我说让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呗，他也不让我回去。结果过了几天，他兄弟结婚，第二天就买票回家了。我觉得很过分啊，就是你没有在我想要去做的时候陪我去做，那就是一种遗憾，那就是对我的不尊重。为什么你兄弟结个婚你就立马就回去了呢？我说回个家你就不能够陪我回去呢？因为我觉得就是离假期比较短了，然后就是你回家时这个事情也不是特别重要。我是想跟你一块参加我哥们的婚礼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回去看你弟啊，这样也挺好的。那你后来也没有啊？我当时想去做，你就陪我去做就好了，形成遗憾那就是对女孩子的不尊重。女孩子最怕的就是遗憾。
我当时想做，你就让我去做呗。他平时在生活上也挺亏待我的。亏待你啊！哎呦。对对，就是亏待我。啊，说说。就是他的生活费还不如我们班上女生的生活费高呢。哦。虽然说他每次都会给我，但是他要问我拿个什么买个什么东西，我都会还回去的。有时候还会就是自己去倒贴，而且平时感情开销，反正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我。啥叫感情开销啊？就是在经营这段感情的时候，比如说出去玩啊、吃个饭什么的，虽然说钱在我这儿，但是我会垫啊什么的。啥叫钱在你那儿？我没搞懂。他的钱在我这儿。他的钱在你那儿不就行了吗？那怎么还提到亏不亏的呢？钱给我了，但是我就是想，有的时候我跟他说，我说你多问你爸要那么100-200块钱，你就是意思一下也好吧，对吧？就是不去，就是倔的要死。你说说。然后我让他去兼职，他也不去，他有的时候还跟我别别扭扭，然后我跟他安排好了，他才去，去了没几回。你不觉得就是在2个人感情经营当中，如果说我这边付出太多了，就是其实我也很累的，好吧？哎，你们俩谁生活费高一些？我比他高，但是都是我自己去挣回来的，我基本上不问爸妈要钱的。哦，他是有稳定的生活费的。我是没有稳定的。你是没有，但是你会出去打拼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对。哦。有一回去旅游嘛，去那个黄鹤楼，他就是看到一个门票价的时候，他说挺贵的，然后当时耍脾气，我当时也没理他，因为心情挺好的，不想打扰这个心情。然后等到我们都爬到第7层了，一共10层嘛，爬到第7层了，他还在玩手机，就特别过分。就是我一个朋友，就可能出了一点紧急的事情需要我处理，然后我就想先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，我再陪你啊。那个朋友他的事情有多久，非得离不开你？而且你的态度特别恶劣，好吗？直接凶我，那么多人看着我，听起来这男生好像基本在你心里算一无是处了哈。也不是一无是处吧，他这个人就是适合结婚的那种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不是我想要的结婚的那种。哦，那还结不结呢？我觉得就是他不改的话，所以我就很矛盾，所以我来到这个节目啊，因为他陈列出他这么多毛病，然后呢，但是他在我心目当中，在这段感情的时间当中，他对我做的确实挺好的。我这么理解行不行？就是说，你也知道他对你一心一意，是吧？对。你也知道他爱你比你爱他多，是吧？你也知道这个人过日子是一把好手，对吧？对，过日子是一把好手。对，这些你都知道，但是你就发现跟这人在一起很累。喜欢他吗？喜欢啊，特别喜欢。对。愿意娶她吗？我愿意。这个恰恰就是你割舍不掉的一个重要因素吧？就是在我看来，如果说你对我太喜欢，对我付出太多，我就是不舒服。那你要怎样？因为好也不行。我第一次听到说，觉得你对我太好了，我承担不起，是这意思吗？本来感情就是一杆秤啊，如果说这边太重了，那边轻了，那就是会失去平衡的呀。那你重点呗。他这个样子，我没有办法再对他重一点啊。下面就是看看老师们的智慧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不能说一个男生给不了你想要的这种爱情的感觉，他就错。那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用你的理论的话，翻回来，你能给到他想要的爱情的感觉吗？你也给不到，是不是？那你有错吗？你也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你们2个人只是对待爱情、对待生活的认知和态度不同，以及对待爱情的处理方式不同，没有谁对谁错。所以我觉得你要先从根儿上把这个想法掰过来。当然你也明白这个男生对你好，但是你要的是那种浪漫的爱情和梦幻的感觉，你这个也没有错啊。你现在拧巴在哪儿呢？就是你的虚荣心作祟。女生有虚荣心，我们不能说不好，但是你的这种虚荣心在生活当中，就是你一直在以这个虚荣心为你生活的一个标准，满足了你这份虚荣心，你就觉得是好的，满足不了就不好。你看你时时刻刻提到要尊重，然后呢，到了情人节的时候，你又主动去要礼物，那你觉得你自己尊重你自己吗？你主动要礼物，主动要惊喜，那得来的礼物和惊喜，那还算惊喜吗？包括你对待感情的这种的态度也是，你自己明明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明明知道他就是适合结婚的，但是你会嫁这样的人吗？世上没有完美的人，
他就是这样一个榆木疙瘩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人，踏踏实实的人。你要改变他，改变不了你就说他错，你就说他不对，那这样不能太自私了。所以我觉得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之后，这个不是你的，改变不了，那就算了。那对男生想说的是什么？实实在在的爱情挺好的，没有什么必须要为对方去改变的。你爱一个人，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，就是这种表达爱的方式。你再怎么努力，你再怎么改变，他要的那个浪漫和梦幻的感觉，你达不到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不是非常登对的那一对，还没有那么深的深爱彼此。好吧，想说的这么多，谢谢。谢谢山丹老师，来曲总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对浪漫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。浪漫不在于形式，浪漫在于你是否能接触到对方给你的那份爱。如果他是一个不对的人，他做出任何的事情他都不对，因为味道不一样，这就是爱情。如果你对这个人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他去为你买菜，为你的健康着想，这些所谓的真情你都理解不到的话，跟这样的人过日子结婚太无趣了，你会冰凉一辈子的。那什么样的人才适合结婚呢？一定是先有爱的冲动，自然而发的那种浪漫，而且只有你们两个人能够理解到，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有可能是浪漫。所以女孩，你犯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把谈恋爱和结婚分开。你觉得他是可以过日子的人，结婚的人，但他不是恋爱的人，错了。没有恋爱哪来的结婚呢？对不对？你这么想，其实你就释然了。你会发现这个男孩不错，挺好，但他不是你的那一款，他不适合你。你自己也知道他对你很好，你怕放掉这么一个好的人，太可惜。任何的爱情开始一定要有热度，最后变成温度，这样日子才能过下去。所以他和你既不适合恋爱，也不适合结婚。男孩，如果你们俩分手，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而是不适合，别强求，因为你没有捂暖他那份心的那种能力。所以与其在这棵树上吊死，不如去找真正能够欣赏到你的好的那个女孩，明白吗？男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严老师。我特别想先澄清一个很多人对于婚姻看法的一个误区啊，就像刚才姑娘几次提到，说他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，因为他这个会持家，柴米油盐会过日子，这就是适合结婚的对象吗？不对，是我们生活，我们过日子，结婚要柴米油盐，但是柴米油盐每家的滋味都不一样，所以未见得一个会买菜、会做饭、爱持家的男孩，就是所有人认为我婚姻就应该的样子。婚姻有很多种类型，关键是适不适合自己。但我认为女孩还是源于你对自己生活的不自信。如果你是一个自信的女孩，那我自己就可以把生活过得很浪漫，我不需要谁来帮我柴米油盐，我自己就是一个浪漫的载体。他买菜好啊，我做饭，我摆盘，我来搞浪漫啊，我把气氛做好了呀，我把这个生活过的是我想要的滋味啊。你依赖于别人给你浪漫，婚姻依赖不了别人给浪漫，浪漫要我们自己制造的。所以大家可能也都感受到了，你们两个的性格和对生活的要求是南辕北辙，不适合在一起。但我也希望姑娘你能澄清一个误区，即便将来我们再次走入感情，未来走入婚姻，不要给自己限定模式，讲清楚自己要什么，自然就能把情感和婚姻捋顺，让你自己的心定下来，你自然知道这段感情何去何从，你自然知道我要的婚姻是什么样的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胡老师。我很高兴你感受到了压力，说明他爱你比你爱他多的那几分在你的心里形成了愧疚，说明你是善良的。不像有些女生明明知道对方爱自己更多一些，反而以此为沾沾自喜，成为利用别人感情的筹码。所以你的压力是一种善良的体现。爱对了，其实多多益善，那如果爱的不对，其实多一丝多别扭，的确是这样。但是一个善良的人也不免有虚荣心。其实仔细去想想，你的浪漫都是为了面子，你所有的骄傲都是因为你知道他爱你，你所有的恼怒都是因为你不懂得欣赏他，你所有的失望
都不是失望于他，而是对自己失望。如果你对自己不是失望的话，你不会去羡慕那些形式上的浪漫。女人都有虚荣心，但女人的虚荣心和男人有两种关系。有些女人用自己的虚荣心去成就男人，有些女人用男人来成就自己的虚荣心。你是属于后者。你们俩要是天天结了婚，那账根本算不清楚，你觉得自己太亏了。选择一个自己不爱的人，多多少少我得获取一些别的东西，但这个男人没有浪漫，给不了你想要的。但错失一个适合结婚和总是忠诚的守在原地的人，你又觉得有点划不来。但是做人不能太贪心。我们今天这些中年人在这儿告诉你说，什么样的浪漫才是真正的浪漫，没有用的。毕竟过过日子之后，结过婚才知道，如果身上只有2个铜板，买一瓶矿泉水，你喝一口我喝一口，那就是浪漫。如果这事儿说得这么清楚，你马上就能领悟的话，那这个日子就不需要过了。那我们这些人也白过。所以我们不企图今天能说服你，但只想告诉你一点，就对于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，愿意为你付出的人，你可以不爱他，但你不可以伤害他。你可以不爱他，但是你要尊重他。也许尊重他的最好方式就是离开。我不拖着你。我觉得坚持己见和包容别人没有冲突，在坚持己见的同时，也可以包容别人，尊重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就是我过我的平淡日子，你想要你的浪漫生活，我尊重，但如果我给不了，我就知趣的离开，好不好？就这个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你觉得一个人跟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人，可能你第一眼都没有爱上他的人，你一直也没有爱上他的人，在一起能快乐吗？我觉得不快乐。但是生活其实就是这样。还有一些人说，我一开始见他就很快乐呀，后来在一起谈着谈着也分开了。因为你要记住，人都是会变的。此时的想法，3年之后还这么想吗？所以这就是人之所以活着最精彩的地方。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那我们就真诚的对待今天我们内心，坦诚的表述自己的想法，也应该坦诚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事。男生，加油！女生也加油，挺好的。我这段情感里面看到的，没有那么多的龌龊龊龊，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，其实有的就是我坚持我的，我坚持我的。因为我们年轻，不懂得如何去融通这一部分东西。生活就是因为一个又一个的误会，才显得那么的奇妙和多彩。所以，今天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希望你们都能勇敢的去面对，好吗？其实我觉得我可以陪你成长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就是端正你的态度。像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你是好的，但是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。如果说你再不去改变的话，我觉得我会坚持我自己，掩门而去。你是否在孤单寂寞的夜？我希望就是你给我一些时间吧，我会反思我的问题，然后努力改正，然后把自己的不足都变成那种好的。你每次说就是会改变，会去做，但是真的时间我觉得没有去太多的证明你真的做到这些我所期望的，所以挺亮的。男生放的记忆是照片是吧？为什么放这张？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外面旅游，我想纪念一下这个时刻，然后就希望就是未来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我陪在他身边。女生放的是我送给他的是一支口红，那是他第一次送我口红，我只是想告诉他，
我不要太贵的，我也不要太好的，但是你一定要有。谢谢你们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来，女生。你想到是这个结果了吗？有点惊讶。释然吧，生活有太多的错过，错过也就错过了。就像我出来是希望我能够就是了解他的世界，然后可以去改变我心里的想法，说不要去那么倔强做一个真实的自己。但是我就是所以我就出来了，但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。谢谢你，请回吧。谢谢。就一点习惯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和女朋友是大学同学，感觉她现在已经对化妆着魔了，每天出门前要花3个小时化妆，妆前妆后就是2个人，拍张照片也美颜的认不出来。其实我挺喜欢她本来的样子，可怎么劝她都不听，已经是病态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让她找回正常的自己呢？其实每个女生在妆前妆后都会有区别，是不是你自己比较夸张而已？其实，如果你越是反对女生去化妆，她可能起了逆反心理。有的时候，以退为进也是一种方法。再一次谢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